开始画我们今天的这一幅作品了，好不好？好，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纸的中间，因为纸比较长，我们可以中间往中间折一下，看一下这个中线在哪里，我们就好找这第一朵花的位置哈。轻轻的折一个线，不要折得太重了。我们把第一朵花画在大概这个是中线啊。我们刚刚设计的，它是在这个中线的稍微下面一点点，差不多这个中线的下面一点点，不要画在正中间就好了。我们就画到这个位置，了。好，我们首先来调一个底色，底色是这个太白3绿。好，我们把这个底色调匀，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把它调匀，调成一个牛奶状。我们把这一朵花，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中线，朝下一点点。只是有点长的话就没有那么好画。好，我们第一朵花画在这个位置。来把颜色放在这里。好，我们底色调好之后，我们来调这个，把这个藤黄色。我们首先画第二层，第二层是这个花的最中间的这一层，颜色是稍微的要比第一层要深一点点。那我们调的时候，把这个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我们调的时候，一边调一边转动这个笔，让这个笔的360度都占满这个颜色。我们调的时候，这个笔不要太竖了，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它的颜色才会上得来哈，要上到这个1/2的地方来。首先我们画这个碎花瓣的时候，我们要上到1/2的地方。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调多一点你就深一点颜色，你画出来的颜色就深一点；你如果调少一点，你画出来颜色就浅一点，就看你要画成什么样的这个颜色了，好，然后我们再调一点这个鹅黄色啊。你们没有鹅黄色，用珠标也可以，调一点鹅黄。然后我们笔尖调一点点这个赭石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调颜色的时候要调久一点，一定要调的没有颗粒了，一定要调均匀。没有调均匀，你画出来这种东西就完全不是你想要的这个花瓣会显得很粗糙。好，在这个地方开始画。
这里下笔，它是一个小碎瓣的啊，各种各样的小碎瓣你去画去组合。好，笔尖补充一点颜色，笔尖一直在不停的补充这个颜色。好，这个小碎瓣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啊，各种各样的形状的小碎瓣你去组合。好，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啊，可以很小，这种笔触感就可以让它这种小碎瓣体现出来。不要一笔去画，你看这种小的这种感觉，你只要画了，你只要点了，它这种笔触感都能体现出来。颜色是这3个颜色依次的调，颜色要调均匀，大家可以看一下，颜色调均匀，你画出来这种东西就很滋润，很韧。我们中间这一块会比较，这种颜色会比较深一点。待会儿我们到画我们这朵花的上面的时候会越来越浅啊。好，各种各样的小碎瓣。也有一些比较长一点的花瓣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中间的第2层，第2层它的花瓣的特征是，花瓣是小的，颜色是深一点的。在这朵花相对于这朵花来说，它的颜色是稍微深一点，然后物象它是比较实一点，物象是实的。这个是我们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的特征，所以我们画的时候把这第2层这个花瓣我们画成这个实的。每一层的特征按照我们前面分析的去走。笔上不停的去补充颜色，当笔上还没干的时候，你就直接补充颜色。如果你发现笔上已经画不动了，已经干了，那么我们就要去补充我们调好的这个底色了。现在我感觉笔上已经干了，那怎么办？我们就要补充这个底色。三绿和太白，好，我们的蘸这个底色啊，蘸这个底色。
这样子用这个笔肚去蘸底色，用笔肚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了。好，我们继续调色啊，调色。现在我们颜色可以调少一点，因为越到上面这个颜色会越来越浅，所以我们要调少一点点。这个碎花瓣，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去组合，你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你想到能画多少种形状，你就画出多少种形状来，这是没有规律的。一定要没有规律。我们如果说画出这种有规律，那么它就死板了，不好看了，明白吗？就你偶尔你这样直接跳出一个花瓣。那我们现在画的是，现在我们要基本上要画这个，差不多快要画第一层的这个花瓣了。第一层的花瓣的特征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第一层的特征是什么？最上面的是第一层，第一层花瓣的特征是什么？笔尖调一点点颜色，我们开始画这个上面第一层的这个虚的花瓣啊，虚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就可以了哈，直接这么去点。当然我们点的时候要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要有这个花瓣要有长短的这种变化。好，直接这么去点，直接点就会有这种笔触，不要一笔下去，一笔下去太这个它就没有这种碎瓣的这种感觉。我们就一笔一笔的点，当然我们偶尔可以来一片大的啊，让这个小花瓣里面有大的，大的有小的，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和这种参差的这种关系。好，上面这个是比较虚一点的花瓣，笔尖可以稍微加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笔尖千万不要太多颜色啊，我们画这个虚的地方颜色一定要少。好，这个花瓣我们可以稍微，然后我们再这个是第二层，中间的是第二层，然后这上面是第一层，第一层的这个虚的花瓣。那么现在我们要画第三层的这个大花瓣。画大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的参差一点点这个小花瓣，的反瓣在这里，让它中间有一点点这种不一样的这种小花瓣的这种参差。所以我们可以先画出一点点啊。先画出一点点这种感觉像反瓣的这种感觉，其实它是这种碎瓣，其实它没有什么反瓣正瓣的这种区别哈，它都是比较碎的花瓣。那画这个反瓣的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要有一点点这个颜色，不要跟这个上面，哎，笔尖没有调匀。看一下我调色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没有调匀，你看不能着急，所以说调色的时候还是要慢慢来，把这个颜色调匀，才是画好这个花的关键。
大家调这个底色的时候，你看一下，你摇的时候你看一下这种浓度，它像这个陈牛奶啊，陈牛奶，就是你可以水太多了，你可以稍微干一点。粗鞋的家人，你可以把这个底色稍微调干一点，当然你不要调的太干，如果太干，你可能就画不动，你画的时候有点画不动的感觉，你就可以慢慢的尝试。当你觉得画的时候水太多了，诶，那说明你可能就太湿了，太稀了，那你就可以再加一点太白进去。可以再加一点太白进去，然后你保持这个水分不干不湿的这种程度，然后你要调色，调色的时候要调久一点，把笔上的颜色调饱满一些，这样子画出这个花瓣它才会滋润啊。好了，我们现在要另外调一个底色，这个是这朵花的颜色的这种层次的这种变化的这种关键点，所以大家可以看清楚啊。调色，我们把这个底色倒一半在这个盘子里面。倒一半在另外一个盘子里，然后我们再加一点这个什么，再多加一些这个三绿，再加一些三绿进来。待会儿你们调色的时候，我们不会调色的新朋友，你们要仔细看一下调色，调色是非常关键的啊，调色非常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把颜色调匀了，你画出来这个东西才会好看。啊，加一点胭脂进来，看到没有？放在你加颜色的时候，你放在这个盘子的边缘上，然后你调的时候要慢慢往里拉，慢慢往里调，不要一下子调进来，一下子调进来它会颜色会一下子可能掌握不好，或者是太深了太多了，就是慢慢的往里调，你要多少调多少，你把它调成这种灰灰的，有一点灰的这种感觉就可以了。你看刚开始调它会有一些这种不同颜色的这种纹路，但是你要调久一点，一定要把颜色调匀。底色也要调匀，不管调哪一步颜色你都要调匀哈，一定要调均匀。好，我们不要那么多，我们就放在这里，就不管它，不用那么多。我们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试一下它的颜色，如果觉得是你想要的颜色，然后你调完之后，来这样子刮掉笔上，看到我刮的时候，这个笔上这个水分是不是在往盘子里掉？看到没有？轻轻的刮，轻轻的掉，这样子轻轻的刮，把这个水分刮掉，这样子甩它甩不出水分来才行。不要让笔上太多水分，太多水分就画不好。然后你在调色的时候，还是一样的调色。我们把这个藤黄，看我们现在画大花瓣，可以把藤黄可以调上一点了啊，可以调到笔的2/3的地方，往上调啊。你看用这个笔尖把它拉出来一点点，然后在这个笔要睡在这个盘子里调，这个颜色才会上得来。如果你没有睡在盘子里调，它总在笔尖上，它就上不来。你可以拉一点过来。拉一点过来，往里调，往里调。调的时候，这个笔要不停的转动啊，不停的转动。好，然后再调这个鹅黄，把鹅黄再调一层在笔的1/2，刚刚藤黄是到了2/3，到2/3，现在鹅黄是到1/2就可以了。好，我们笔尖再调一点这个赭石，笔尖再调一点赭石。我们这朵花还要加黑色，刚刚我们有写了这个墨，就有一些地方哈，深色的非常深的地方会加一点点墨。那我们有黑色的，你们的这个颜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黑色的？就用颜料里面的黑色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开始，调好颜色之后，笔尖一定要有深色。我们可以画这个大花瓣，画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好，我们首先把这里补上一个大的花瓣。
我们可以一笔一笔的去画出这种边缘不同规律的这种缺口来。那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最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加一点点这个黑色，加一点点黑色。好，这个下面的这个大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变化，感觉它有正的有反的。好，这里感觉来一个反瓣的这种感觉。好，感觉这个笔上又有点干，有点干，我们用这个笔肚，轻轻的蘸一下这个底色。好了，我们蘸了底色之后，要把这个颜色再调一遍啊，藤黄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2/3，现在画大花瓣是要调到2/3的地方。来，再调一个鹅黄，然后笔尖蘸一点赭石。好，我们这里也会来一些这种反瓣的这种感觉。好，这个底色没有，我们再蘸一点。好，蘸一点黑色。来，我们再补充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下笔之后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说还不够的话，颜色不够深，再加一点。水分我画的时候水分是有点大，大家画的时候尽量水分少一点。你看我的调的时候，这个水分已经掉到盘子里，
已经很多了。但是大家画的时候尽量不要太多水分，太多水分你们容易掌控不好这个水分。我们先把这下面，这个花瓣，你看这个笔上，看一下我这个笔上这里有一笔没有调匀，没有调匀，我们继续再调一下。颜色一定要调匀啊，一定要调匀。当你没有调匀，你一下笔画出来这种东西就完全就不好看，所以要调久一点。好，一层一层的让这个花瓣，笔尖上再加一点点颜色，从这里包过来，这个花瓣从这里后面包过来这种感觉。来，再补充一点颜色，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好，我们这里再来一个，这个颜色会更深一点，但是颜色我发现有一点没有调匀，当你发现颜色没有调匀的时候，你就再去调一下。你看现在还是有一点没匀，你看我在调了这么久还是没匀。好，这一层又包过来，然后这里已经这个有这么多层次了，有这么多层次。那我们这边有一个空，我们这边要加花瓣。那还是一样，补充一点点哈，笔尖补充一点深色，水分一定不要太多了。好，这个花瓣直接破边出来，笔尖补充颜色。好，这个花瓣已经破边，直接破边，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有一些这种碎瓣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的这个笔里面，笔肚里面干了，我们再用笔肚沾一点这个底色，用笔肚沾一点底色。来，我们先调这个藤黄，然后再调这个鹅黄。我们有的地方颜色会有一些这种渐变。好，这个大花瓣我们这样过来一笔一笔的点过来，但一笔画不过去，就这样子去点，点的时候还会有这种笔触感，它会有一点这种碎瓣的这种感觉，会出来的这种效果会更好看，有这种边缘。当然你们可以回一下笔啊，趁着这个笔尖还有一点点深色的时候可以回笔。好，这边这个花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花瓣。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颜色是不是有点突兀，会黑？但不用担心，我们画完之后，这个颜色它会均匀。以前的时候我们在画这种浅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不要看当时画的，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看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我们把这个
笔尖蘸一点赭石，稍微的深一点点颜色，最深的地方。来蘸一点赭石。好，这里补充一个花瓣。像这个缺口，我们可以再来补充一些花瓣。拿这里蘸一点点这个墨，蘸一点点这个黑色。虽然说这朵花它是一个碎花瓣的这种感觉，但是有些地方也能体现这种正反瓣的这种感觉，也有正反瓣。那这里还有一个缺口，那这个缺口我们可以直接来补上大花瓣。这里有大有小，你看这边是小花瓣比较长的，这里也是比较小的。那么这里有一个缺口的话，我们肯定就要补充这个比较大一些的花瓣。那我们补充大花瓣，我们在笔上再沾一点底色，笔上再沾一点底色。好，笔尖还是一样的，蘸一点黑色。你要调匀哈，你看一下我们调色调了多久。这个大花瓣啊，我们这个大花瓣可能一笔画不完，要几笔来组成这个大花瓣。不要让所有的都是碎花瓣，就是大中有小，小中有大的这种感觉。好，这里来一个。这个大花瓣我们可以伸出来一点啊，让它长一点。好，我们再来调整一下，它整朵花的这个花型。看一下，我们想有的地方要调整一下，不要让它太圆了。我们可以把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加长一点，它又变成这样子了。好，我们再去调整整个花型。我们把笔稍微的洗一下，啊。现在洗了一下哦，不用洗的那么干净，稍微的洗了一下下，笔肚里面还是要有水分。然后我们去蘸这个藤黄啊，还有这个藤黄、鹅黄，还有这个赭石，蘸这个赭石来去把中间的这个花心的地方需要调整的颜色不够深的地方，我们可以再去把它调深一点，水分不要太大了啊，就让深的更深一点。让深的更深一点。这个调整我们刚开始就大胆的画，然后到后面我们是要细心的去收拾一下，收拾这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好，我们用这个底色啊，现在我们用刚刚这个深色的底色，深色底色蘸到笔尖上，稍微的在有一些花瓣上往回扫一下，往回扫，那让这个颜色均匀。这个花瓣有一点太白了，白了就白了啊，让它有这种光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用这个最深的啊，最深的这个底色，有一些地方我们去扫一下，反笔来扫一下，蘸这个底色，蘸我们调的这个深色的底色。蘸这个深色的底色，来把这个有一些花瓣的地方，这样子这样的花瓣的边缘，这样子往里扫一点，让这个颜色统一。这个就是关键点，就是我们这个花为什么它会灵动，这些细节都是关键点，所以大家要看着仔细一点哦。像中间的地方也会有一些地方也扫一下，这个是用这个深色的底色扫啊，就是我们加了胭脂的这个底色，明白吗？好，等到这朵花干了的时候，你再去看它的效果。沾点赭石，把下面地方有一些要调整的，我们也去把它调整一下，水分不要太大了。水分不好，让它平均，让它均衡，让这个颜色统一。回一下笔，有些地方。那基本上这一朵花已经可以了，这朵花已经可以了，大家可以我拉远一点点看一下啊，拉远一点看。等一下，待会儿我们干了之后再看这朵花的效果。你们现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这个颜色有点深。我们这朵花之前这样子的花之前也画过，我们就是要用这种颜色的这种层次感来体现这朵花的层次感。我们现在在这边，在这个地方画一朵，这个下面画一朵，让它两朵花相对。心我们安排在这里，这个层次感层次要搞清楚。这个笔现在这支笔，你看画完之后，它颜色基本上是挺干净的笔，也稍微的洗一下，因为下一朵它的这个颜色会不一样啊。下一朵是红色的，红色我们用什么颜色呢？那我们把第二朵花要用的颜色挤出来。第二朵花，玫瑰红、胭脂，就两种颜色哈，就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所以就用两个颜色来画这一朵花。好，我们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还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
好，我们把这个玫瑰红直接调这个玫瑰红啊，把玫瑰红调深一点，直接调到这个笔的1/2，由深到浅。先把它薄薄的调一层在1/2的地方，然后笔尖再去蘸多一点啊，再去蘸多一点，笔尖再去调深色的，让笔尖很深，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的这种颜色。水分有一点大，当你们这样子调的时候，这个盘子掉了很多水，那说明这个水分太大了，所以你们要调的时候，把笔上的水分吸掉一点点。像我这样子水分就稍微有点大，你看一下这个盘子就掉了水，掉了水肯定是说明它水分有点大。好，我们这朵花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把花心放在这里啊，花心放在这个位置。来，有一些花瓣它会挡住这个花心。这个花瓣它是比较随意一点，不要画的太规矩了，不要每个花瓣都画的圆乎乎的。圆乎乎的花瓣它就缺少了一点这种生动的这种感觉。笔尖补充颜色，我现在就用的这个玫瑰红哈。现在别的颜色都没有用，只用了玫瑰红这一个颜色，会有很多这种小碎瓣啊。这朵花里面也是比较多的这种碎花瓣。好，我们的这个花心在这个地方。好，花心在这里，先把这个花心的位置先定下来。花心后面的这些花瓣就是比较长一点。长的，当然要有长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有深有浅，笔尖要蘸这个深色，最深的地方我们笔尖可以蘸一点胭脂啊，笔尖有的时候可以蘸一点胭脂。这两朵花它有这个层次感，这个黄色的这一朵它在上面，所以下面这一朵你要注意，不要把这个层次打烂了，这个要画到后面去，它是在它的后面。笔尖不停的补充颜色，它的花瓣比较碎，我们就这样去点它就可以了。笔尖蘸胭脂啊。笔尖蘸一点胭脂，你看它就在这朵黄色的花的后面，搞清楚它的层次。好，这个花瓣正反瓣，下面这个花瓣我们直接这样去点出来，让它有一点这种碎花瓣的这种感觉。有一点正面的，我们直接就往这个周围的去画就可以了。好，笔尖蘸一点点颜色，笔尖蘸一点颜色。这个花瓣没有这个没有规律的哈，我们要打烂它的规律，我们要去画的随意一点，这样子画出来这个花才会更加显得灵动。你看这个花瓣。
调久一点哈，颜色要调久一点，调匀一点。好，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花瓣。颜色要调匀哈。笔上已经没有水分，都已经画不动了。画不动了，我们要蘸一点底色，用这个笔肚去蘸一点底色，用笔肚蘸一点底色，不要蘸太多了。哎，刚刚蘸太多了，就刮掉一点，太多了你们就水分太大了，水分太大就不行。这种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边，这里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颜色一定要调匀哈，颜色要调匀。调的时候把颜色拉一点出来，让笔肚里面也有一点颜色。笔上现在有一点干，但我们等一下再干一点，我们就得要补充底色了。颜色调匀了，画出来这个花瓣它才会滋润。我们再加一点颜色。这里会画一些小的细节，一些小的比较小的碎的。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你看我的就是笔尖补充了一点点，但是笔尖补充一点点也是一样的，要调匀。这个颜色一定要调匀，一直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新朋友，就是初学者最容易把这个颜色没有调匀。这也会画一些小的细节。就是让这个花瓣里面这个大小的这种对比更加强烈，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有对比。来，颜色调匀。
因为这朵花它比较碎，我们在画作品的时候就画的比较稍微碎一点点，因为碎一点这个花会显得更加灵动，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是在画这个作品，所以稍微的碎一点点啊。就是如果说我们画这个给大家示范零基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画的比较这个正反半会比较画的比较明确一点啊，是正的就是正的。好，我们现在蘸这个深色的底色啊，这个深色底色是里面加了胭脂的。我们之前这个是三绿，前面是三绿加太白，这里面是三绿，还有这个胭脂，这里面是有胭脂的加太白。蘸了之后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我们调一点点颜色啊，把这个颜色拉一点上来，让这个笔肚上有一丁点颜色，不要太多，不要太多颜色。薄薄的一层，我们这朵花也是越到外面，这个颜色越来越浅，我们要画出这种感觉，越来越浅的这种感觉。好，把这个颜色拉出来，但是一定要少颜色也要调匀了。你看一下，颜色慢慢的调，这个是有颗粒感的，这个玫瑰红它会有颗粒感，但是你要调匀，慢慢的把颜色调匀。好，后面的这个花瓣，这个长的花瓣，有大的，有小的，笔尖加一点点。好，我们这些碎的花瓣，我们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笔尖一点点颜色啊，一点点颜色。拿这些长的，我们偶尔来一些这种宽一点的。这是花瓣的形状，花瓣的形状也要有一些变化。笔尖再补充颜色。好，笔尖补充一点颜色。那这个笔肚上有干了，我们再蘸一点底色，轻轻的蘸一下就可以了，不要蘸太多了。来，蘸一点点。
好，如果这个发现它太齐了，我们再来加，有一些这种小碎瓣。来，笔尖沾一点点颜色。现在我们大部分是用这个底色在画，明白吗？都是在用底色来画，只有笔尖沾一点点颜色。这个花瓣就是大小的去组合。可以有的时候宽一点，有的时候窄一点，有的时候大一点，有的时候小一点，就是没有太多这种规律。花瓣可以正可以反，你可以反一个正一个都可以。笔尖不停的蘸点，补充一点点颜色啊，就补充一点点，但是补充颜色的时候一定要调匀啊。这种细节里面可以画一些小的碎的细节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的笔肚干了，我们再蘸一点底色，用笔肚蘸一点点这个底色。来看一下这边，好，这里来一些这种碎的，笔尖调一点颜色，可以在这个暗的地方加一点点胭脂啊。像这些在这个花下面，可能在花下里面藏着的这些地方可能会比较暗一点，暗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胭脂。都是很浅的啊，颜色都是很浅的，而且比较碎的整朵花的这个都是花瓣比较碎。我们到最后我们再去加一下，再去调整一下这个花型，再去调整这个花型，用这个底色，用这个深色的这个底色，用这个深色的底色再把这个花型进行调整一下。基本上这朵花也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深色的地方看一下哪里需要再调深一点，提深一点的地方我们来提一下。
让深的更深一点。笔尖蘸一点这个蘸玫瑰红，把这个深色的地方再提一下，提一下这个层次感会更加好，更加有这个层次感。好，我们花心的地方，画上，花心的地方直接多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多蘸一点玫瑰红，然后蘸胭脂，最深的，用最深的颜色把这个花心画上，蘸胭脂啊。蘸胭脂，花心的这一地方是最深的。当然我们要有渐变啊，有渐变，由深到浅的这种渐变。这朵花它是有一点侧面，朝着这个右边的这个侧面。来，我们拉远一点，我们现在拉远一点，看一下这两朵花，好不好看？好，我们把这两朵花已经画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画一个花苞啊，画一朵花苞。好，我们蘸一点底色。现在我们画这个花苞，随便用什么底色都可以啊，用什么底色都可以，有什么底色就用什么底色都不重要。整朵花用这个深色的底色也是可以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一个花苞。来，花苞也是用这个颜色，用这个玫瑰红和胭脂这两种颜色来画。先调这个玫瑰红，加一点点胭脂，画一朵这个花苞。花苞既然是花苞，那肯定它是要包起来的。笔尖要不停的补充一点这个深色的。好，一层，会有这种层次感。这样子让它包起来，慢慢。笔尖补充颜色。来，这样子包起来。花苞就是慢慢往里包。好，这个浅色我们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要稍微的把这颜色调深一点。因为我们先画的是反瓣，反瓣的颜色浅一点，然后我们再画这个正瓣，颜色稍微深一点，调玫瑰红，然后加胭脂，加一半小的，然后再加一半大的，2层。好，颜色可以调多一点哈。我们现在画里面的这个正瓣，让这个颜色有这个深浅的变化，调深一点。
这个花瓣上有大有小，一个小的我们来一个大的，让它有这种对比。颜色要有这种层次感出来。好，这个花苞。好，我们这个花苞就这样，这个半开的小花苞。这幅作品在这个上面还会有一个花苞，在这里再画一个花苞。那先把它画了吧，待会儿免得我们到最后，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要画的时候，可能到最后才去画。那我们先画了也是可以的，就画在这个朵花的这个上面吧，画在这个位置。那这朵就是一个花苞了。好，这朵就是这几笔就可以了。小花苞就这么多就可以了。